机备修行的歼20曝光，该机是否配装涡扇15引关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2023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歼20又给全国军迷送来了大礼包。一张新构型歼20照片的出现，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。从照片来看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新出现的歼20修改了座舱后方的机背曲线。这种调整看起来有点像 FC-31战斗机的 3.0 版本，其目的可能是通过修改外形，提升该机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时的气动特性，同时呢，增大机内的容积，以便容纳更多的燃料或机载设备。而人们更关心的是，这个版本的歼20战斗机是否会配装先进的涡扇15发动机。结合刘大享院士日前所介绍的，涡扇15已经装上歼20进行了首飞，因此网友们便猜测该机有可能就是换装了涡扇15发动机的歼20。这个分析和推测有其道理，因为更换了小涵道比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之后，歼20的机动性能和超音速巡航能力都将大幅度提升，但总的油耗也会略有增加，航程会因此而缩短。为保持原有的远程截击能力，换装高推动比大推力的涡扇15之后，通过修改背鳍扩大机内容积，增加载油量就显得非常必要。另外，拓展后的部分空间也可以用于布置某些机载设备，比如电子对抗设备等。当然，前面也提到了，通过在背鳍处的面距离修行，有助于降低空气阻力，再加上涡扇15能够提供很大的非加力推力，从而使歼20战斗机的超音速巡航速度进一步增高。这一切解释似乎都显得合情合理，也从侧面证明了涡扇15发动机将会装在这一改进型的歼20上。不过，涡扇15也有可能是用歼20的现役版进行试飞的。当歼20的单座改进型和涡扇15都分别试飞成熟了，再将它们合二为一，组成完整版。有人提出疑问，背鳍加大加高后，就把座舱盖的后部挡住了，使飞行员向后观察的视野变小，会不会影响到飞行员在全方向上的态势感知能力呢？当今世界的主力战斗机的座舱许多都采用了气泡式的设计，以改善飞行员的视野，这对近距格斗空战是有利的。不过，随着机载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的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借助红外和光学摄像装置、座舱显示屏以及头盔显示器的帮助，飞行员已经能够透过机体进行360度的环视，而且呢，还可以和武器系统联动，因此高高凸起的气泡式座舱的作用已不再那么明显了。相比较而言，一架战斗机拥有更好的隐身能力、较大的作战半径、优异的机动性能、先进的探测设备，这是更为重要的。有分析认为，歼20的这款改进型还可能会换装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有源相对雷达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在歼20的最新改进型上使用的隆起的背鳍是有先例的，那就是目前正处于试飞阶段的 FC-31战斗机。二者几乎同时采用类似的改进方案，证明了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气动外形、航电技术等方面又取得了一批新成果，或者说国产的相关技术非常成熟了，可以适用于任何机型。比如未来的歼16、歼10C 都可以进行类似的改进，从而提升现役战斗机的态势感知能力，增大作战半径。要知道，在头盔显示器上显示全方向的信息，并且能与武器联动，这可比飞行员回头去看机身后部的目标要方便得多，高效得多。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和能力的进步。有网友提问，新的歼20出现了，如果它今后换装了涡扇15，变成完整版的歼20B，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涡扇10C 版的歼20A 就不需要了呢？还不能这么说，因为涡扇10C 发动机的推动比虽然没有涡扇15大，但它非常成熟，由于涵道比高，也较省油。如果不追求超音速巡航和最大平飞速度，涡扇10C 及其改进型还是适用的。歼20拥有全球隐身战斗机中最大的作战半径，这对于中国空军掌握亚太地区的空中优势非常有利。美军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不是那些作战半径比较小的 F-22和 F-35战斗机，而是能够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。
歼-20前出西太平洋方向进行远程截击的能力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就算中国有了涡扇15版的歼-20，未来还会继续保留涡扇10版的歼-20，二者的组合才是最完美的。随着歼-20的不断进化，美国人看了估计又要焦虑了，因为中国战机的技术进步速度太快了，而更好的机载雷达、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、电子战装备、导弹武器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战的胜负。F-22曾经孤独求败，但时过境迁，它已难保世界第一了。现在就是想改进也非常困难。而 F-35原本就是一款低端的联合攻击战斗机，要想对抗歼-20还真差点意思。所以歼-20每一个批次的变化和进步，都在刺激着美国人。中国航空工业终于活成了既让美国感到恐惧，又让其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这样的画面以后还会继续折磨美国人，直到他们承认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如中国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